月主，别怕，有我在，就像7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一样，我就发誓，我这一生一世都要保护你，守护你。可是你身边却有一个瘸子，我恨他。所以你是我找人假扮劫匪，杀了他那4个手下，然后把他关进破房子里进行折磨。后来我又利用了我自己的权势，把他的家人赶出长安，并且永远都不能回来。冉娘子，那天想把你推下悬崖的人是我，因为我不想让你发现月竹的病。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像对待正常人一样的对待他。元子，你也知道夫人的病吗？半年前，大人找我来照顾夫人，特地叮嘱奴婢不许将夫人的病情告诉任何人。如若夫人发病，就要立刻报告给大人。平时夫人不怎么出门，也不与人交往，所以没有人知道夫人患有此病。我辛辛苦苦的隐瞒了7年，却被你们几天就给戳穿了。所以你假装柴玉没死，想让我们几个人都转移注意力。是我作茧自缚，我还一心想要找到送出玉瓶和埋尸骨的张勇，可我什么都没找到。小心！原来你就是于秀。对，这是我的夫君张广之。我曾经得罪了胡人头领，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差一点我就命丧黄泉。多亏了柴玉，是他花了大量银钱帮我解决了此事，还安排我们夫妻在振臂轩里干活。豺狼君对人和善，如此好的人却意外失踪。我们夫妻一直在寻找豺狼君，可惜当我找到柴玉时，他已经化成了一具腐尸，身上还被扎了6个星星的锥子。不要再说了，求你们不要再说了。原来是你们把他带走了。柴东，他们4个人的尸体也是你们偷的？我自幼习得胡人武功，几具尸体算不了什么。你们找不到凶手，所以混进刘府，想从楚月竹这个点突破。没错，7年了都找不到。但我们一直相信此事与楚月竹有关。当年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，他绝逃不了干系。所以当我听说刘府在找丫鬟，我就来了。张勇以下人的身份混进刘府，你们2个人联手把尸体埋在这个院子里。你们利用催眠手段吓唬楚月竹，让他夜不能寐。开始我们只想用狐僧之术引他入梦，找出当年豺狼君遇害的真相。催眠术根本是无稽之谈。楚月竹之所以会夜夜梦回案发那天晚上，全是因为他的心病导致的。不错，的确没用。不过楚月竹夜夜做梦，都说是自己害死的豺狼君。所以你们制造了楚月竹上吊的假象，不巧被我们2个人撞破了，把楚月竹救了下来。随后还发现了张勇的嫌疑。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，他要为他做的事负责任。把张勇、园子带下去。是。把刘道然送到太医署去。起来，起！照顾好自己。走。以后不管怎么困难，都要一个人好好的，才对得起那些关心你的人。
本官总觉得这个案子还有遗漏之处。白夜，你觉得3个花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这第1处花盆的碎片碎裂得很厉害，但是都比较集中。这第2处花盆根本没有碎裂。这第3处花盆，它的碎片分散的到处都是。那你觉得哪一个花盆跟现场的最为相似？应该是这第1处。但是这花盆的碎片不像是被踢倒或从远处扔过来的，更像是在原地用力砸在地上的。是何人要这么做呢？这里没有劫匪，只有一个凶手，而且这个凶手一个人杀了5个人，还伪造了现场。可是一个人能杀5个人的话，这个人的武功一定十分高强才对。哼，他根本不会武功，只是一个女流之辈。萧大人在何处？请夫人在此等候，大人马上就到。月竹，柴玉，萧大人，月竹，进来吧。柴玉，你今夜叫我来，是为了跟我分手吗？月竹，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爹娘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为什么？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能猜到。因为我爹是前朝逆臣，所以你父母就嫌弃我。玉莹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月竹。姐姐，我在大理寺的册录中看到记载，你在7岁的时候被关进大牢，你恐惧黑暗，但你却练就了盲人般的听力。他人在黑暗中容易迷失方向，而你却能辨清楚他们的方位。你因为身体虚弱，经常就医，所以懂得医术之道。你知道，厥阴数穴被击中之后，冲击心肺，会让人因为痛苦而无力还击，所以你用这不起眼的鱼勺作为凶器，在黑暗中击中他们的要害，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击倒。你再用短刀将柴东、柴西、柴南、柴北一一砍死，伪造现场，制造成是劫匪打劫杀人的样子。然后你用柴东接你的马车，把柴玉送到那处破旧的房子里。可是7年前官兵搜索过马车，并未发现柴玉啊。因为楚月竹是先把柴玉用马车送到破房子以后，立即折返，然后再重新把马车停在院外，之后随即报官。那他为什么要把柴玉送到那破房子里去呢？那破房子和大牢的环境极其相似，性格变成楚月营的楚月竹也想让柴玉尝一尝被折磨的滋味，所以才会选那处破房子。大人分析的的确到位。看来他已经变成楚月营了。
可是我不明白的是，月竹和柴玉如此相爱，你为何会对柴玉下手？哼，你说过，柴玉抛弃了月竹，但那只是我的分析。柴玉真的很爱月竹。这个步摇好漂亮啊！这是我为你设计的成亲礼物。成亲？可是你爹娘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月竹，我们私奔吧。那他们怎么办？他们有我的兄弟姐妹们照顾着，少我一个不孝子也无所谓。可是我不能没有你啊！他负了月竹，糟蹋了月竹对他的痴情，所以我要替月竹好好的教训他。月竹，我爹娘知道了我们的事了。他们知道我们要私奔。我爹知道之后，一病不起。我要留下。那我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我们终究还是有缘无分。你最终还是为了他们抛弃了我。正如大人所说，杀了柴东4人后，我将昏迷的柴玉放进马车，拉到那所破房子处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好好的教训他。竟然想抛弃我妹妹，让你知道负心汉是什么下场！全都娶我妹妹，听见了没有？死了！你不能死！你别死！我妹妹还等着你呢！柴玉跟胡商的关系很好，所以懂得胡僧的起死回生咒。他应该曾经跟楚月竹提起过，所以是我杀了他们，与月竹无关。刘道然的确遇袭，袭击他的人就是扮成柴玉的你。什么扮成？柴玉已经复活了。真是一个糊涂案啊！白衣，不要告诉月竹我被抓了，就告诉他，姐姐不会陪在他身边了，让他学会长大，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其实你就是……我会告诉他的。谢谢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为何会在这里？月竹，你姐姐以后不能陪伴你了，你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。姐姐不能有事。姐姐做了什么？我认罪。姐姐都是为了保护我。姐姐不能有事。你姐姐楚月云是杀死柴玉及家丁的真凶，刘大人没有杀人，他是为了保护你，才主动承认的。道人，白衣，带走吧。这样的姐妹之情，真是人间少有。人缘，
他会被斩首吗？刑部从未遇过如此奇案，我会上报鲁大人，让他酌情处理。哦，萧大人，我找遍了整个弘文馆，终于找到了这个。这是前朝的记录，其中写着有一秘书省下的著作郎，他平时喜欢钻研秦代客服，后将他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，并且传给了他的女儿。就在这儿。前朝著作郎，对，就是楚月竹的父亲。你可以走了。走？我又没吃呢。下回再吃。下回不就是这回吗？下回就下回。陛下，这个楚月竹，不就是你刚抓的那个犯人吗？回陛下，正是。王公公，奴才在。安排牵牛卫陪同萧颂返回刑部，将楚月竹带回宫里。是。陛下，随后蜘蛛的地图乃是关系社稷的重大机密，不如将该字与其他文字混在一起，让楚月竹溢出。你说的这个办法倒是可行，但切记，不可让他人知晓。到时问出了羊皮卷的内容之后，你马上送来给朕，不可耽误。是，陛下。备马车。是。本官知道夫人懂得古文字，所以想请夫人帮忙翻译一下。这纸上既有胡文，也有突厥文字，还有秦代失传已久的客服文字。麻烦你了。大人，有人来袭，保护楚月竹。溢出来了吗？全部溢出来了。先到巷子里去。大人，楚月竹人呢？往那边跑了。大人，译文被扯走了一半。将秦符与异国文字混在一起，让楚月竹溢出，这是你给朕出的主意。萧颂，那另一半译文在何处？
楚月竹又是被谁杀的？回陛下，臣无能，未能完成陛下托付给微臣的重任，臣知罪。你可知事关重大？臣自知此事，事关朝廷安危，是臣一时疏忽，才中了奸人之计。中了奸人之计？哼！楚月竹译出的文字，大部分被人拿走，而在这里仅有的纸上写的客服，译出来只有几个字。难道你是想和隋朝余党勾结起来骗朕吗？如今楚月竹已死，这世上还有谁能译出这些字？臣知罪，请陛下重罚。萧嵩，臣在。朕罚你闭门思过1个月。谢陛下。楚月竹是怎么死的？我的手下去晚了，已经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楚月竹死前，有另一派人将大部分译文拿走。本来我的手下想将楚月竹手里的那卷纸抢走，结果还是让萧颂拿走了。找到随侯蜘蛛就看你的了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这乌梅水还真是清爽好喝。我呀，还是觉得这长安的茶清香好喝。乌梅茶虽然各有特点，但也有缺点。这乌梅虽然可以解渴消暑，但只是一时。这茶虽然可以品得其味，但终究难以入眠。我觉得你昨夜就难以入眠。萧大人因为楚月竹的事被停职了。萧大人对你痴情一片，为何不给他一个机会？我知道他对我好，可是我却无法确认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是因为我欠了他太多，还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上了他？楚月竹痴爱天生残疾的柴玉，而柴玉却嫌弃他。身份高贵的刘道然对楚月竹情有独钟，一段三角恋，最终各自却成为对方的牺牲品。如果楚月竹肯放下心结，回头看一眼对他关怀备至、真正在乎他的刘道然，或许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来，坐着啊！有喝，来，我敬你个。冉娘子，可算把您请来了。你找我来有何事啊？我是请娘子看戏的。看戏？娘子不是讨厌您姐姐吗？所以，我打算教训教训她。你对她做了什么？一会儿便知，一会儿便知。冉娘子，萧颂为何还不来？萧大人，他为何会来？我约了他。冉娘子，
么能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？我这不是问了娘子你吗？现在告诉你们，她带了我萧家的信物，就是我萧嵩的女人。以后谁敢胡言乱语，别怪本官不客气。刚才萧大人离开的时候，我怎么感觉他的眼神像是要杀人？谁惹到他了？唉，别提了，大街上都传遍了，说我家丫头被桑尘那个兔崽子给糟蹋了。这只兔子竟敢占我家娘子便宜！我现在就要去扯了他的毛，我去剁了他！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就别添乱了。绿儿，冷静冷静。我早就看那兔子不顺眼了，我今天就要废了它，让它成个雌兔，我要让它血债血偿。哎呀，绿儿，它变雌兔了，我家丫头怎么办？谁对她负责？妍儿，你醒了。丫头，娘子，我想一个人睡一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好好，走。萧大人，您这是？本官心情低落，想请娘子陪我喝2杯，只怕娘子记恨前世，所以才用这种方法请你过来。小女怎会是心胸狭窄之人？虽然大人曾经轻慢过小女，但小女从未记恨大人。听闻此言，本官才知道自己选错人了。大人现在发现也不晚。为何来长安？为大人而来。就这么喜欢我吗？美玉对大人痴心未改，一生所爱，矢志不渝。为了我，你什么都愿意做，不惜任何代价吗？我知道大人心中有大志，但美玉心中只有大人。为了大人，美玉什么都愿意。哼，好，不如陪本官看出戏吧。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等着呢。不知大人邀请美玉看的是什么戏呀？看了就知道了。
美，好戏才刚开始，你又何必着急呢？不如踏踏实实的陪本官看完这出戏。孙培，你认不认识我身边这位娘子啊？美人儿，美人儿，什么美人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美人儿，你怎能不认识我？我为了你，给那桑臣和冉颜下药。你胡说！大人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吃了幻药才乱说一气的。大人，记得本官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你再敢说冉颜的不好，本官对你绝不客气。可现在，你却伤害冉颜。大人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是他一意孤行，我真的好不知情啊，大人。我本可以抓你的，可冉颜一定不希望我伤害你。来人，在！从今天开始，不许你再踏进长安城半步。带走！大人，你相信我呀！大人，你相信我呀！这样啊？上风化，你是谁？所有人都在看着你，他们都在嘲笑你。啊！不要吓我！不要吓我！那不是我！看他穿这样，不要吓我！那不是我！那不是我！不要吓我！我的儿啊！孙大人，下官当时刚好路过，看到了孙郎君被撞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是谁给我儿吃的幻药？是谁？刑部侍郎萧颂。萧颂？据说是为了一个叫冉颜的女人。昨夜孙培在云韶教房被人下了幻药，在人前出尽了丑态，最后还被马车撞成了重伤。有人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还有，哥哥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葡萄了。哥，你养我吧。哼，你若是需要，哥哥随时都可养你。不过哥哥也要说你几句，身为女子，应该对珠钗这些东西感兴趣，而不是刀之类的东西。从苏州到长安，
这一路的吃住行，还有云韶教坊的烧鹅，都不是哥付的钱。还有这房间，跟苏州的一模一样。哥从来没有去过别院，怎么会知道别院的家具样式？还有，哥竟然劝我喜欢珠钗。哥，你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怎么会给我买葡萄？既然都知道是谁付了钱，就应该明了他的心意。你昨夜发生了如此大的事，他都未曾问你一句，还在众人面前宣布你是他的女人，暗地里还处置了那些算计你的人。如此重情重义相信你的男人，错过可就可惜了。哎呀，哥，你怎么比吴老头还烦？妍儿，你到底是不喜欢，还是不敢喜欢啊？我也不清楚。我会一直守护你。哎，走路小心点儿。潦草起笔却删了邮件，倒叙的画面微弱浮现，看一滴滴泪撞上手边，怪我负你一生的情浓，残留下四季滚烫的等候。剩下过的雪，我无法全部看见，怕最后爱比分离遥远。怪我负尽余生的罪过，妄图挣脱的枷锁，依然折磨。一场填不满的缘，封存在你之间，原谅我从你春秋走过，忘了说，忘了说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鬼送你回来的啊！昨天晚上一辆马车停在门口，一打开内帘，就看你睡在里面。是谁送我回来的？马车里没有别人吗？所以才说是鬼送你回来的。我怎么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名与身孰亲？身与祸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在下是要去负荆请罪，还是负责到底？负荆请罪，又要裸身相见，实为小人。不妥不妥。负责到底。君子坦荡荡，既然做了，就要负责。更何况还是冉娘子。没错，我要向冉娘子求亲。有人给你送礼啊？
钱是书单。周迅、赵正书、仓颉篇，全都是君子之书啊，其中不乏名人孤本。一卷书拿出，即可价值连城。好一曲凤求凰。哼，妍儿，看来他是冲着你来的。古有司马相如，为求得卓文君之爱，抚琴以表爱慕之情。今有我桑臣，为求得冉娘子之爱，献上天竺郁金香，以示爱慕。Kuriste Kurido， 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嫁给我吧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百句譬喻经卷4 76章，田夫思王女玉。天夫思王女玉，天夫欲求公主不得，那不就是……唉，一厢情愿呐。也就是说，冉娘子拒绝了你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乖，听话。大丈夫求亲失败，乃家常琐事。那冉狐狸，那冉仵作，现在不接受，是因为你们已有了肌肤之亲。等他气消了，你再求，肯定能成功。非也，非也。那丫头的脾气，我这个做师傅的是最了解了。她今天当着那么多人面拒绝了你，说明你没机会了。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刺激他？哎，我这是告诉他事实真相。哎，其实冉颜那丫头也不太适合你啊。正所谓君子好逑，这逑是什么？当然是贤良淑德之女。那丫头那嘴就像涂了蟾蜍之毒一般，说出话来尖酸刻薄，损人无心。还活着。那你看着他，我去找马车。哎呀，可怜你这只纯洁的小兔子，生生的被我家那丫头给糟蹋了。哎，老板，再来壶浊酒。哎，要你们店上好的浊酒啊！再来个白龙药，再随便来个小菜，就这么多啊！好嘞，客官。哎呀，哎，人呢？救命啊！君子以义闻德。别害羞，走开！你们，君子有重，不能毁于尔等之手。我宁愿，郎君使不得，何必这样寻死觅活的？你与那冉娘子不早就苟且一番了吗？不许你侮辱冉娘子！我与冉娘子，谦谦君子，不应行小人之事，趁人之危。冉娘子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当时我感觉欲火焚身，又怕侵犯冉娘子，所以我把自己撞晕了。对，我与冉娘子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去哪儿啊？
萧大人对2位亡妻宠爱有加，但2位亡妻却莫名其妙死于胸痹心疾发作。第一任是国子司业之女向瑶，是由上一辈人指腹为婚，却死于1年前。这第二任是前任中书侍郎之女杜心怡，死于半年前。第一任妻子向瑶于成婚当晚在洞房身故，第二任妻子则是成亲1个月后身故的。哎，真是蹊跷啊！哎，如此才貌双全且有钱有权有势的男子，竟然是个克妻的官夫，可惜喽。长安鬼见愁，以后要叫长安女见愁喽。此言差矣，萧大人虽有克妻之嫌，却依旧是长安城无数少女们心目当中的佳婿啊！前来说亲的女家多不胜数。掌柜的，你看，这个冉娘子又开始百合谷了。你这次没少给吧？这哪敢呢？我这次呀，是宁可多也少不了他的。上次因为一个鹅腿得罪了娘子，他让萧侍郎张嘴，我现在后槽牙还疼着呢。我不也是吗？你看我这嘴现在还肿着呢。放心吧，这次肯定没问题。他可是鬼见愁，哪个女人嫁给他不被他的威仪给吓死？要不然怎么2任妻子都死于胸痹心疾之症呢？其实你们都误会萧大人了。其实萧大人呢，也是有他温柔的一面的。全长安城都知道，他对于第二任妻子杜心怡很是娇宠疼爱。哎，怎么个娇宠疼爱？杜心怡酷爱火珠，火珠大如鸡卵，形如水晶，周身洁白圆润，正午向日，以爱争之，即可燃。此物稀有，据说来自罗刹。正是如此，连皇族的人想要得到此物都难比登天，而萧大人却为讨杜心怡的欢心，高价派人前往罗刹寻找此珠。看来这萧大人是真心喜欢杜心怡啊！家掌柜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娘子有何吩咐？你们这鹅有问题。有问题？是什么问题？你们自己看。哦，这是一只整鹅，只不过多了一条腿。哼，赔钱。少了赔钱，多了也赔钱啊！我要的是一只健康的整鹅，你却给我一只有3条腿的病鹅。娘子，这不是病鹅，是我多送你1条腿，算我们店赠送您的，免费的。你拿什么证明这条腿是你送的，而不是这只鹅自己的？言儿，不得无理取闹。哥，我没有无理取闹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掌柜，上次你欠了我1条，这次你多给了我1条，你们这云韶教坊的招牌不想要了吗？娘子息怒，我们赔。您看这个够吗？够了。不过多了1条鹅腿，冉娘子为何如此生气啊？哎，她不是生气，是吃醋。醋？我们没点醋。唉。宋儿怎么会看上这种敲诈勒索、贪求无厌的女子？居然还背着我们偷偷在苏州娶她为妻。我可听说这位冉娘子颖悟绝伦，在苏州的时候还助宋儿长安验尸，也是位难得的奇女子。嫂子，您就别帮着宋儿说话了。这女子啊，本来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她倒好，跑去做什么仵作这种下贱的工作，简直是有辱萧家门风。宋儿喜欢她，自有喜欢她的理由。母亲，宋儿怕是被她的狐媚女色所惑，才会一时乱了心智。我们也该会会这位女子了。为了一颗破珠子，竟然请人去罗刹。冉娘子，
冉娘子，萧老夫人有请。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，这些道理冉娘子可懂。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这位夫人一看就出身富贵，长于世家，独得圣贤之书，可为何傲慢、奢欲、志穷、享乐，这四者皆具？原以为冉娘子只是个利欲熏心的女子，未曾想还是个口吐秽语的流人。我本不应该在这里，是你们请我过来的。既然请，我便是客。可自打我进门以来，你们从未正眼瞧过我，既不看座，也不上茶。先失礼于人的是你们。那你应该猜得到我们今天请你来的目的吧？是因为那条鱼。什么鱼？萧宋，我叫他萧人鱼。宋儿身为刑部侍郎，怎可起如此不雅的绰号？简直是胡闹！这也就是年轻人之间的戏言，弟妹不必当真。听说你和宋儿在苏州已经成亲了。我本不想嫁，是他一厢情愿，强迫娶我。我们宋儿绝不会做如此强抢民女之事。哼，你们家宋儿就喜欢欺压弱小。于公，他仗着侍郎的身份以官仗势；于私，他强抢我这个民女，逼我为他验尸。这听起来还像是我自小看着长大的侄儿吗？好，我来问你，你可知道宋儿喜欢吃什么，讨厌吃什么？宋儿平常最喜欢吃的是樱桃碧螺、玉皇王母饭、素粥、鱼块，还有白龙药。最讨厌吃的就是糍粑一类的东西。连这些都不知道，怎么做宋儿的妻子？母亲大人，我们萧家门第显赫，宋儿的前2任妻子也皆是世家出身，都是蕙质兰心、通情达理的良家女子。尤其是那个杜心怡，深得宋儿的喜爱。2个人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双，要不是出了意外啊，宋儿定不会再娶的。心怡如今已经故去，宋儿也该收心再娶。只是宋儿的妻子一定要是人中龙凤。既然这位冉娘子看不上我们家宋儿，不如这桩婚事就解除吧。我和萧宋在苏州就已经成亲，所以我已是萧宋的妻子。这是萧家的传家之宝，宋儿怎么会给你？我本不想接受，是他强迫要给我的。既然接受了，就是他的萧夫人。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，这6礼一样不能少。本姑娘要风风光光地嫁入你们萧家，成为萧宋的第3任夫人。说得好。你2任前妻皆死于凶毙心疾之症，此事蹊跷。或许真凶就在你府中，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我可以帮你找出真凶。虽然这成亲是假，但酬劳可是真的。我们早已有了婚约，早就已经是夫妻了。和离书在我手上，只要我一签，我们就一拍两散。我现在之所以不签，还不是因为你在苏州的时候帮过我，这次就算报恩吧。好，开个价吧。5贯钱，公平吧？公平，成交。你不怕我来真的？契约上可写明了，第7条，相处之时不能有肢体上的接触，如果有人违约，契约随时终止。
大人，刑部萧侍郎送来西检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件最能显娘子的气质，得戴上。不就是成个亲吗？要这么隆重吗？哎，娘子明天出嫁，要戴哪个呢？这个金光闪闪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太抢风头了。铜锡玉瓷牙竹木这些器皿都有了，总感觉还差点什么。老头儿，不用太当真，早晚都得送回来。少了金银器。金器银器各一箱，吴大叔觉得可还够？够了，这下够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这当哥哥的这么疼妹妹。金器银器，还不如送给我呢。我还准备了一些名贵的日常摆件，明日成亲时一起送去夫家。哎呀，我家丫头终于可以风光大嫁，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呐。我怎么感觉你们不像是在嫁我，倒像是赶紧清货。多想贴着你颤抖的心，一捧君吻在空气里，伞下的心事陪着雨滴。我想让你绑架苏家的庶子苏福，就因为他是庶子，我连他的面都没见过，所以对他没有任何偏见。苏福是祖，是因为他自认无法与你相配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对不起，我的心里只有他。天边，你的背影在眼中重叠，回忆太完美，脚步随怎么追？无言留不住你的雨水。一滴滴在手心破碎，丝丝漫天纷飞的眼泪，让花瓣落得狼狈。之后晴天雨天留，你根本不爱他。留不住你在我身边，思念如红豆，有情雨落，霜花满枝头，任时光过走，去相思不休。弯弯的岁月，不再说那些是是非非，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。在怀疑闭上。
哎，丧神，慢点，别拦我！哎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！不要喝！哎，你喝什么？怎么没了？没了就没了！哎呀，好，你们都欺负我！没人欺负你。哎，好，回去吧。不回去！哎，我要找小宋问个明白。你找人家问什么？为何要抢亲？哎呀，没人抢亲。好了。小宋，你不讲理！哎，没人不讲理。就是讲理啊！不是小宋，是吧？你给我出来！小宋，使不得，别在这儿闹了！喊不得，使不得！哎，你小点声，是桑尘，估计是因为燃物座。以后叫萧夫人。是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在这儿闹了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你看，差不得了。行，你走开！放肆！你敢打本官？你看看这是谁？小宋，我要跟你拼了！把他带走。哎，人是你打倒的，你得对他负责呀。凭什么我负责？你必须负责。这些东西都清点清楚了，千万别出差错。您放心吧。完了！我找遍全府都找不到娘子。还有2个时辰，萧侍郎就要来迎亲了。赵管家，你马上带人去东西市找找。是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找到了吗？东西市都找遍了，没见到冉娘子。娘子本来好好的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少爷，萧侍郎的迎亲队伍马上就到。这下可怎么办？之前因为那只丧兔子，娘子的名誉已经受损，现在就只有萧大人愿意娶她。如果又发生逃婚，以后还有谁敢娶娘子？别着急，一定有办法。你为什么又要来长安？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身边？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嫁给萧宋。我和萧宋是假成亲。少爷，萧府的迎亲队已经到门前了。这下完了，我家娘子又嫁不出去了。谁说我嫁不出去了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还弄得这么隆重？逢场作戏都要演气氛，更何况是成亲？你就不怕和力士骑虎难下？今朝之事今朝解，明日之事明日再圆。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啊？滚什么？怕你饿，我偷藏了葡萄给你吃。算你还有良心。待会儿验尸的时候下手轻一点。我家大人对2位夫人都很好，尤其是对杜夫人更是宠爱有加。我家大人可长情着呢。我看你对你家大人更长情吧。
嗯。开关。开关。向瑶，死亡时间1年，已经出现白骨化，头部正面无损伤，两侧无损伤，后脑无损伤。双臂、双腿皆无损伤，两踝无损伤，脚趾无损伤。把它翻过来。身体无外伤，也无骨裂。当然了，明明是心疾之症。他死于胸痹心疾之症。正所谓心者，生之本神之变也。胸痛、心痹，冲在血脉，皆会造成肿胀。不过这颗心气有点过于肿大。人物组，快来看！怎么还有一具尸体？别抬，不要破坏证据。头骨8片，胯骨狭窄，是具男尸。夫人棺中怎么会有男尸啊？尸体头部、上半身，还有双手，都被烧伤，下半身还有一丝没有被烧伤的皮肤。给我个夹子。口鼻皆有烟灰，双手蜷缩，他是被烧死的。看看他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没有啊。不过，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皆有损伤。他会不会死前在跟人抢东西呢？这上面有血迹，会不会就是这个？大人，有一道凹痕。还有3道血印，看来他们抢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或许这个东西就是凶器。杜夫人也是死于心疾之症。身上无外伤，的确是死于心疾之症。不过，心气虽然肿大，却没有向瑶的大。杜心怡的口中有黑色丝状物，她是咬到什么了吗？谁在那儿？